因所暗器少刀，生未见，刀已入脏7分。可安德却兴奋大笑，不愧是天下排得上名次的好刀，他已经死在这把刀下7次，每次死亡都会回到当天早上。这次对手的强度足以让他全力以赴，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掉身旁2个碍事的叛徒。安德不再是以前那个只会做梦的家伙，现在只要努力就能把那变成自己的。少刀的速度极快，但他还是挡住了混血妖精是正面进攻的动作，安德得往旁边躲才行。可混血妖精却突然改变手的方向，刚才只不过是障眼法，少刀居然可以根据对方的行动调整时机，这种武器实在太帅，安德开始想要拥有它了。所以练习扔少刀不能停。杰森奇怪，那不是少刀啊，虽然现在用的还不是，但安德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拿到真正的少刀。话音未落，飞刀突然断裂，擦着杰森的头发射出，一时间气氛陷入沉默。现在是第8个今天，安德不会再被妖精的障眼法欺骗，可后背却遭到弩箭袭击。罗腾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待在上边，那么第9个今天就先把罗腾除掉。妖精却抓住安德走神的时机，精准毙命。练习飞刀的要点不复杂，将胳膊和手当做发射台，利用全身的弹力将刀飞出去。安德问杰森，还有什么我没能把握的要点的？已经足够了。杰森很好奇，分队长在哪学过扔飞刀吗？安德当然就是跟他学的，不过只能谎称在战场上观察过别人扔的，只是通过观察就能学到这种程度。杰森怀疑分队长是天才。今天是第10次，安德要改变策略，带领杰克波比去指定区域外巡逻。3人中，安德地位最高，惩罚由他承担。杰克波比无奈只能选择跟着。仪式是这些刺客为安德准备的舞台，安德没必要如他们所愿。你们作为区区的士兵，做这个间谍能得到多少钱？意识到暴露的杰克波比立刻想要动手。现在就好办多了，只剩罗腾和混血妖精2个对手。你们来的有点晚呢，一起上吧。无论妖精射出多少只少刀，只要观察他指尖的动作，一切都有迹可循。罗腾绕至后方准备偷袭，而安德只是微微抬手，飞刀就刺入罗腾脑门。妖精再次趁机走神，射出少刀，可这次安德却挡住了，因为提前准备好前臂甲，伤口不算深。这简直跟见鬼了一样。妖精难以置信着问安德究竟是什么人。关于这件事，妖精不需要知道，安德只问他一个问题：这东西你还有多少？妖精沉声回答：有2个。安德似乎有些遗憾，因为他只有1个。妖精警告他，要是丢了那1个，可就要没命了。即使妖精能巧妙地挡住自己的手，也不能藏住整个胳膊的动作，关注敌人的全身，并适时躲开他的攻击。这就是名为汕头眼的技术。安德看到了，妖精要一次扔2个，那么在完成躲避的瞬间，立刻射出手中的少刀反击。安德就知道，妖精必然还有更多少刀，然而他也不止1个，在完成躲避的同时，射出手中的飞刀，这是意料之外的一击。恼羞成怒的妖精拔出腰间的剑。安德没想到他会拿出新的武器，这陌生的俯冲姿势以及极快的速度，事到如今，妖精居然还会有新的攻击方式。不过已经无所谓了，近战妖精远不如安德，现在就是最后的最后了。这面墙，安德只挑战10次就成功翻越，战斗败北变得更强，然后赢过对手。安德现在开心的疯掉了。接下来是赢家行使权力的时间，简称清剿战利品。妖精果然还有不少少刀。遭到暗杀，提前脱离执行地点，安德把这一切归结于偶然，以一敌4却只是受了点轻微伤。精灵中队长对偶然这个词存疑，安德理所当然道，看来是幸运女神眷顾了我。话虽如此，精灵中队长眼神中的怀疑却丝毫不减。可看着安德这副镇定自若的样子，精灵中队长还是让他先归队吧。安德才刚打开房门，迎面就飞来一把斧头。雷姆就知道分队长能避开，现在都有刺客找上门了，当然要做这种训练。安德让他这疯子拿上石头滚吧。雷姆被烫得哇哇乱叫，安德也在这时注意到头发有点长了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克拉伊斯收取8枚铜币帮忙理发。虽然这个价格偏贵，但克拉伊斯的手艺确实不错。今天天气格外冷，又下雪了。瑟瑟发抖的雷姆怒骂，这就是恶魔拉的屎变成了粉末，哪怕这样他都还守在分队长身边。刺客是怎么潜入少城的？那3个士兵又是什么时候背叛的？安德明白他们一定还有帮手。据克拉伊斯所说，那3人都是差不多1年前进来的，之前都隶属于某个工会。安德也记得1年前有个工会大换水，那是个罪犯聚集的盗窃工会。杰森原本有在那里安插眼线，但在大换水后联络网也断了。克拉伊斯很快便理完发，头发剪短，安德帅了不少。这时杰森突然说今天自己要在外边住。雷姆怒斥，你这只野猫不想扫雪就耍花招吗？见状，安德有了个好主意，不如动用他分队长的权限去做个任务，那样就可以不用扫雪。克拉伊斯立刻就要出发，可安德得先去跟中队长申请。这些疯子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是一条心的。安德的理由是怀疑盗窃工会是暗杀事件的帮手，所以想去把他们端了。精灵中队长眼中充满怀疑，随后发出灵魂拷问：你们难道不是不想扫雪吗？
安德郑重回答：“绝对不是。”心里却在想：中队长洞察力很强吗？盗窃工会本名为骑兵工会，关于那里的情报几乎没有。安德拜托杰森去把骑兵工会的老巢找出来，至于其他人则先到旅馆休着。就算骑兵工会跟暗杀事件没关系，也都是一些罪犯，趁机除掉他们也好。闻言，克拉伊斯若有所思，随后叫来服务员，在他耳边嘀咕了些什么。杰森很久都没回来，安德心想自己下那种命令是不是太不负责了，感觉真是有点对不起杰森呢。此时窗外大雪纷飞，站在高处的杰森全神贯注观察着四周，异常很快便出现。找到骑兵工会老巢的杰森回到旅馆，看着大口吃肉的队员们，杰森鼻尖冻得通红，宛如小丑。安德先是一愣，递出的肉却被拒绝了。杰森不想浪费时间，直接出发吧。天气太冷，雷姆压根不想出去，雪下得太大，灵活性会变差。安德打算谨慎一点，等雪停。不过看着窗外的大雪，他想起些什么，还是即刻出发吧。雷姆骂骂咧咧着，还是在旅馆里舒服。问题小队路过的流浪者却悄然掏出匕首，朝着不速之客发起偷袭。雷姆终于来了点精神，一斧头砍死一个，一拳打死另一个。这些流浪者只不过是看门的。杰森亮出通往吉宾老巢的路，门被锁住了。奥丁请弟兄让开，他要来敲门。虽然嘴里只是发出扣扣两声，手臂却骤然轰出巨响。现在就可以进去了。雷姆怀疑奥丁不知道敲门是什么意思，等会见到骑兵工会的人，沟通是后话。安德要先用武力镇压住他们。此时骑兵工会也得到问题分队到来的情报，会长本还在想暗杀失败的事情要怎么报告，要是能亲手杀掉目标，事情就容易多了。反正区区几个杂碎没什么好怕的。地下室的门突然化作碎片，奥丁嘴中再次发出扣扣两声，会长额头渗出丝丝冷汗。雷姆兴奋着要把这里的人都砍死，可安德突然宣布，生平一次都没有杀过弱者的人，不愿意乖乖进监狱的人，不想死的人，就扔掉武器跨过这条线，不然我就杀了你们所有人。雷姆奇怪，分队长不是说要先用武力镇压吗？怎么突然改主意了？安德心想，刚刚我应该挺帅的吧？然而会长并不把区区小士兵放在眼里。奥丁请弟兄让被魔鬼蒙蔽双眼的他们见识一下。首先是骑兵工会最厉害的家伙，工会最强剑士飞龙拔出剑，边靠近边问：“你能抵抗得了我的剑吗？”话音未落，飞龙猛地出剑，然安德却轻松敲开他的剑，甚至刺穿飞龙肩膀。说话说到一半便出其不意的出剑，一看就是8轮式佣兵剑，这就是安德原来的水平。会长已经满头大汗，如果飞龙实力最强，那剩下的也不用再比试了。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们是要跨过这条线，还是想死？队员们脸上写满无语，因为他们看出分队长现在是在耍帅吗？整场陷入死寂，还是有人扛不住压力，扔掉武器，举手投降。会长立刻挥剑斩向叛徒，下一秒哨刀便出现在他脑门上，这是比声音还要快的刀。雷姆和拉格纳顿感生气，刚刚居然真的觉得分队长有点帅，其他队员们也都感觉不错。看这样子，安德就知道自己刚刚有点帅。骑兵工会的其他人急忙举手投降，他们有些人家里还有患病的老母，生活很是困难。如果安德想杀人，骑兵就请他杀了自己一个吧。光头才是骑兵工会名字里的骑兵。会长故意拿手下名字给工会起名，万一被军队抓了，就可以出卖手下逃之夭夭了。吉林不知道会长怎样，但成员们都没犯什么大错，只要安德放他们一马，他们可以将工会的财产全部奉上。金库里有很多东西，但要先找出会长藏匿的钥匙。如果有奥丁在，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。安德让大家把有用的都拿上。收获蓝皮子的雷姆非常兴奋。安德翻找一番，发现了既结实又柔软的皮盔甲。这时克拉伊斯提议，不如我们把这个工会给收了吧。毕竟就算将骑兵工会解散，不到1个月还会有其他人建立新的盗窃工会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暗地里由问题分队来掌握实权。安德看克拉伊斯还真是缜密，就像刚开始就计划好了一样。原来就是他在旅馆把消息透露给服务员，多亏于此，盗窃工会的人聚集在一起，才能一锅端了。要是安德同意，就能拿到工会每月上缴的钱，而克拉伊斯则可以拿到情报。虽然安德不算贪婪，但钱这东西自然是越多越好。那么以后这里就是不杀人的盗窃工会了。克拉伊斯会挑选出那些品行恶劣的家伙送进监狱，然后一点点整改这里。可吉宾却突然表示，要是不解散工会，大家都得死。那位死去的队长是收了阿兹本的钱为他们办事的人，每年春秋都会有蛙人来检查，到时那个疯子般的怪物蛙人肯定会杀了工会的人。这点克拉伊斯让吉林放心，问题分队最不缺的就是疯子和怪物，该拿的都拿了，他们也该走了。雷姆却突然问，这个时候他们应该都扫完雪了吧？窗外都还下着大雪，那显然不可能。拉格纳感觉在这里好像还剩些事情没做完，不管是什么都好。奥丁想在这里再跟骑兵工会讲一讲上帝的话语。杰森也还有点事没办完，等明早才能回来。居然都用这种方式吗？安德扑通一声睡在地上，原来大家都很忙呢。次日4分队才归队，成功将盗窃工会全员歼灭。精灵中队长质问，不用扫雪是不是很舒服啊？安德严肃回答，并不是那样的。精灵中队长听说他从不拒绝与人对练，那也跟我来打一场吧。安德没想到不是惩罚而是对练。精灵中队长的速度很快，
猝不及防的攻击令安德摔倒在地，他刚想抓起自己的剑，林中队长一记横扫又将其放倒。他的剑非常薄，就好像鞭子一样。安德没了剑，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，于是想起身的安德被不断打倒。剑林中队长明明见过他仿佛能预知未来般灵活应对的样子，可看他现在这样子，却又像是窥不见任何招式般十分生疏，虽然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但安德破除咒术，除掉4个刺客是不可否认的事。精灵中队长喃喃道：“又下雪了，我会盯着你的。”闻言，安德意识到自己这么狼狈是因为雪，虽然拼死练习了剑术，却没有好好学过怎么控制身体。眼下安德最要加强的就是活用身体的肉搏术。奥丁告诉分队长弟兄，肉搏术的基本就是锻炼有素的身体。为了达到极致的训练效果，奥丁研究出了一个办法，名为孤立技法，过程会很痛苦，你可以想象自己会死去活来好几次。既然如此，安德可是专业的，然后他就感觉自己真的要死了。